大家好，我是你的骨科医师戴大伟，欢迎收看关节行不行？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人工关节损坏的3大原因，还有要怎么样来预防。78岁的王太太，她在22年前就换了人工髋关节，那时候的手术技术虽然没有那么好，伤口比较大，但是它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。但是她到最近几年就开始觉得之前手术的地方开始酸酸的，那在这1、2年甚至感觉到走路就会疼痛，那所以他就到我的门诊来就诊。那我帮他照了 X 光片，发现呢，那些22年前的人工关节零组件就已经松脱了，所以诊断是一个人工关节的松脱，他必须要再重新换一组新的。很多人在换人工关节前都会问我说，这个人工关节的寿命有多久？它可以用多久？能不能用一辈子？那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，连骨科医师都没有办法很精确的回答。当然，这个人工关节使用的年限，其实它跟材质啊、手术技术都有关系。那在目前最好的材质和最好的技术加持之下呢，人工关节在10年的存活率已经可以达到95%到98%，也就是说呢，10年内100个人有95个人到98个人，他的人工关节都还是好的，只有大概2个、3个需要再重新修理。人工关节要重新修理，要换新的，其实是一个比第一次手术还要麻烦的手术。它必须要先把旧的人工关节的零组件全部都清掉，那把旧的骨头缺损的地方都把它填满，然后再装置新的人工关节。装置新的人工关节呢，它也必须要装置 size 比较大的人工关节，所以在手术上是比较复杂的。那既然人工关节重新再修理这么麻烦，我们应该是要来了解说，什么原因会造成人工关节的损坏？那我们要怎么去避免它？最好是人工关节装一次以后就可以用一辈子，那这样是最好。人工关节损坏的原因有哪些呢？根据近年来各国的资料库显示，以髋关节为例，需要再重新手术翻修的原因有疼痛、脱臼、感染、松脱、腐蚀、骨折和断裂。长条图越高，表示越常见。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知道，人工关节损坏的3大原因是感染、松脱以及脱臼。第一个损坏的原因是人工关节感染。人工关节感染分成急性感染跟慢性的感染。急性的感染比较少，就是在手术的时候就感染了。那慢性的感染是指你在手术后过了几年，你的身体上的细菌从牙齿啊，从你其他的伤口啊、尿路感染啊，跑到人工关节去造成感染。那要避免人工关节感染，最重要就是要把个人的卫生照顾好，要注意口腔卫生啊，要定期检查啊，有牙周病就要治疗啊，身上有伤口就需要赶快把它擦好啊，有泌尿道感染就需要赶快治疗。注意自己的个人卫生是防止感染最重要的方式。第二个人工关节损坏的原因是松脱，松脱也有2个原因。第一个是骨质疏松，如果你的人工关节种在骨质疏松的骨头上面，当然它就比较容易会松脱、会损坏。那第2个松脱的原因呢，就是如果你的人工关节使用久了，它会磨出一些金属的离子，还有塑胶的离子出来。那这些离子会造成局部的发炎反应，这些发炎细胞过来以后呢，它也会把旁边的骨头一起吃掉，所以就会造成人工关节的松脱。所以要预防松脱的办法，第一个当然是要治疗骨质疏松症。那第2个呢，就是你可以考虑选用比较耐磨的人工关节材质，例如说陶瓷的人工髋关节啊，或者是有耐磨垫片的人工膝关节等等，可以减少离子的释放，就比较不会有局部松脱的现象。第3个人工关节损坏原因是脱臼，脱臼比较少发生在膝关节，大部分都是发生在髋关节。那根据我的经验呢，大部分都是发生在比较年纪大、比较瘦，然后比较肌力不足的老人身上。所以如果你的肌力平常就比较不足的话，建议一定要在手术前或手术后一定要安排复健或者是运动训练，来增强关节旁边的肌力。那另外一个脱臼可能原因呢，就是跟人工髋关节置放的角度有关系。有一些人工关节手术以后呢，某一些姿势你是不能做的，例如说蹲得很低啊，或者是坐很低的马桶啊，
那这一部分就要跟你的骨科医师来讨论。所以你有哪些可以做呢？第一个就是在手术前、手术后加强肌力的训练。第二个就是咨询你的骨科医师，看看有哪些动作是你在手术后不能做或者是不方便做的。人工关节损坏的3大原因，第一个是感染，第二个是松脱，第三个是脱臼。那要怎么样把这个几率降到最低呢？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保持个人的卫生，那咨询专业的意见，才能将这些风险降到最低。以上就是今天关节行不行的内容。我是你的骨科医师戴大伟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，欢迎按赞或者是分享给你需要的朋友。关节行不行？我们下次再见。